说到区块链洗钱，可能很多人脑中还停留在比特币转来转去，最后钱就不见了的印象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有一种币连 FBI 都头痛抓不到呢？甚至日本警方居然花了几年时间才顺利追出主嫌的金流。本集影片来聊点不一样的，除了介绍区块链洗钱，也谈谈前阵子轰动一时，在暗网月收1.6亿台币的台大高材生林瑞祥的故事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开始。你以为洗钱靠的是比特币？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角就是门罗币，它不是最新的币种，但却是最难追踪的币之一。而在去年，日本警方破获一起超过1亿日元的诈骗案，抓到了嫌犯，年仅26岁，叫做小林雄太，他就是利用门罗币来洗钱的。这整起案件从2021年就开始发展，小林的手法其实并不高明，他在一个像是日本版虾皮的跳蚤市场网站上架虚拟商品，然后用到来的信用卡去制造假交易记录，一次可能是几万日元，但几百笔交易累积起来，金额就破亿了。而这些赃款最终全都进了他掌控的虚拟钱包。接着，他选择的不是比特币，而是门罗币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、不短冲，只报大波段的频道。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，这是我的投资理念。如果你也认同这个理念，请在下方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，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，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。为什么选择门罗币？因为门罗币有一个最大的特色，你根本看不到他把钱转给了谁。一般我们看区块链交易，像以太坊或比特币，只要你有交易页，你就可以在链上看到谁转了多少钱给谁，时间、金额、地址全都透明。但门罗币不一样，它透过几个关键技术，让这一切都变得模糊。像是环形签名，你可以想象今天有时笔交易全部混在一起，谁是谁根本分不出来。以及隐形地址，每一次交易产生的地址都是临时的，就像你每次寄信都用不同的假邮箱一样。还有一个叫机密交易的技术，连你转多少钱都不会被看出来。最后，防跟踪技术则是让交易讯息在网络上乱跳一通，根本无法确定是哪个 IP 发出来的。就是这几招让门罗币成为了诈骗集团、贩毒集团最爱用的洗钱工具。不过既然这么难抓，那警察怎么抓到的？这就要说到技术的进步。虽然门罗币本身的匿名性很强，但只要你想把它换回现金，最终还是会接触到交易所。而警方就是从这些交易记录慢慢拼凑出整个金流结构，顺利抓到人。除了门罗币，现在洗钱还常见几种方法，比如混币器，也就是把很多人的钱混在一起转出去，再分批发回来；还有跨链，透过不同公链之间的转换来切断金流追踪。但这些都有弱点，因为交易金额和时间点常常会露馅。而门罗币最麻烦的地方就在于，它根本不在主流交易所上架，像币安、Coinbase 通通不给上，因为他们要配合监管，只要有太高的风险资产就得下架。但正因为这样，门罗币反而变成了些不想被查到的人首选。当然，我们不是在教你怎么洗钱，而是希望让你知道，这些工具本身不是问题，重点是谁在用、怎么用。就像刀子可以做菜，也可以伤人。我们也提醒大家，如果你真的不幸卷入加密货币诈骗，第一步是冷静，第二步是保存证据，报警处理。如果你能够追出金流进的某个交易所，那就马上联络该交易所客服。有时候是有机会冻结账户的。推荐你几个查金流的好工具 ：Metaslash、Arkham、Etherscan， 这些都能帮你看钱包之间的流向。只要记得一件事，加密世界不是无法可管的，只是它需要更多人懂，更多人小心。而台湾也曾经有位外交替代役，因为经营毒品网站，月收1.6亿台币，同样透过门罗币洗钱，在美国被逮。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故事。暗网的毒品帝国。一个年仅20几岁的年轻人，台大资管系的高材生，过去靠奖学金和书卷奖一路攀上来的学生，却成了全球最大暗网毒品平台的幕后主脑。而且月收超过1.6亿台币，他就是先前轰动一时的林瑞祥。他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黑帮，也不是电影里那种手上拿着枪、脸上刺青的贩毒集团老大。他看起来就是顶尖学校都有的学霸，甚至曾经还是外交替代役，代表台湾到国外服务的人才。结果他在美国被 FBI 抓了，而且还是跨国大案。他建立一个叫 Incognito Market 的平台，中文直翻是隐身市场。它不是一般在网络上你找得到的网站，而是在暗网，
就是打开 Google 找不到，要用特定工具才能进去的网络黑市。而隐身市场在3年内就做到了全球最大毒品交易平台之一，月营收高达500万美元，换算台币就是1.6亿。上面卖什么？你想得到的毒品几乎都有，从大麻、安非他命到迷幻药、鸦片类，各式各样的合成毒品。而这些交易全都透过虚拟货币进行，比特币、门罗币，通通有。他利用这些加密技术设计出一整套看不见的金流结构，买卖双方可以在全球各地完成交易，却不留痕迹。想象一下，有人在高雄用比特币付款，就能从荷兰下订一包大麻种子，过几天就寄到台湾家门口。这不是电影，是真实的案例。而这些交易就是透过林瑞祥设计的平台完成的。那他怎么会被抓？ FBI 调查了3年，才终于锁定菲肉法老这个化名背后的真实身份。他落网后，美国立即冻结他的资产，而台湾检警也同步动作，查扣超过2亿元，包括豪宅、银行存款，甚至还有大量的加密货币资产。但最震惊的是，根据媒体报道，林瑞祥为了求减刑，已经开始与美国检方合作，打算咬出其他共犯。他甚至已经和检方达成协议，愿意把平台上的资料交出来，只要能帮他逃过终身监禁。这整件事让人不禁思考，我们真的准备好面对这样的新型犯罪了吗？虚拟货币的匿名性、跨境性，加上暗网的隐蔽性，让贩毒这件事变得完全数位化，甚至你只需要一台电脑和一个钱包地址，就能当起网络毒枭。但最让人感慨的还是他的背景。林瑞祥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，父母离异，母亲一个人带着兄弟俩长大。为了省钱，他曾经长期吃饭团度日，靠奖学金和书卷奖读书。他妈妈更是省吃俭用，宁愿自己饿肚子也坚持让孩子读私校。如果人生有选择，谁不想好好读书？光宗耀祖，他曾经写信给家人，在信里说：“我抄了捷径，走错了路。”虽然他没有直接承认贩毒，但这段话已经足够让人沉思。他在信中还提到，提醒妈妈要记得吃药看病，对弟弟说：“你该醒来了，不要再像个孩子。”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回家。你说这样的人是坏人吗？还是社会逼着他选择了一条错的路？这或许没人能给出绝对的答案。但我们知道的是，加密时代的毒品犯罪不再是以往的面交与毒窟，而是一场跨境、隐匿、难以追踪的科技战。这个故事不是要美化罪犯，而是要让大家知道，当我们享受科技带来的自由与便利的同时，也必须警觉，这些工具也能被利用来做出极其可怕的事。我们每周会上一部 YouTube 影片，若有突发事件就比较难及时的得到分析资讯，你必须等到发片时间才能看到。如果你想看到我比较及时的投资分析，或是盘势出现紧急状况，想了解我的看法，尤其是有玩台股、美股或是台指期、美期的朋友们，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分析专栏。毕竟很多时候盘势的走法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时，投资人都很容易惊慌失措。那如果能尽快得到可参考的资讯，对你的操作规划也比较有及时的帮助。专栏的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里，你也可以为这部影片点击热推，让 YouTube 记录你的喜好，为您推荐更多相关的影片。台湾人涉及北韩骇客诈骗案。说到区块链洗钱，不久前还有一件跨国诈骗案，主角不只有北韩骇客，还包括了2名台湾人，甚至还牵扯到中国、阿联酋、美国人。他们假冒美国人身份，潜伏进全美超过100间企业，在这3年里替北韩政府掠夺了超过500万美金。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时间回到2021年，当世界各地的公司因为疫情大量开放远端工作的时候，没人想到北韩骇客正巧巧利用这个机会，假冒成一个个看起来正常的求职者。他们递出的是假造的美国身份证、假学历、假履历，应征远端 IT 职缺。只要进到公司系统，他们就有办法慢慢渗透，取得公司机密，甚至控制内部伺服器，把资料和钱通通搬走。那他们怎么假装自己人在美国呢？答案就是笔电农场。他们找人帮忙在美国租空屋，架设一堆笔电，再用这些电脑做跳板，让骇客看起来就像是身在美国工作的正常人。而这些在美国当地的帮手，其中就包括2名台湾人刘梦婷和刘恩。根据美国检方的指控，他们不只是帮忙设立笔电农场，还直接成立人头公司，帮这些北韩骇客处理不法所得，甚至帮他们架诈骗网站，收钱后再把这些钱转进北韩的账户。这一整套系统要得多精密，
从应征到上班，从人头账户到网站，从美国转账到北韩。更扯的是，他们的行动遍布全美。FBI 调查人员在去年的一次大规模搜查中，横跨3个州，搜出70多台笔电和远端设备，还关掉了好几个诈骗网站。今年6月更进一步，查封了29个金融账户和17个假网站，总金额数十万美元。最后扩大到14个州、21个地点，总共又查获了137台笔电。而这还只是第一案。美国司法部还揭露了另一个惊人的案件：4名北韩骇客透过假身份渗透了一间美国的区块链公司，还有一间在塞尔维亚的科技公司。这次他们直接偷走了价值超过90万美元的加密资产。偷完钱之后，他们使用了一个叫做 Tornado Cash 的混币器，把金流打散、混淆，让追查变得更加困难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奇怪，北韩骇客为什么要搞这些？他们到底图什么？根据 FBI 过去几年的说法，其实北韩骇客团队早已是产业化在运作，他们不像你想象中只是地下组织的小打小闹，而是直接受命于北韩政府，甚至有很多行动的最终资金去向是北韩的飞弹开发项目。根据美国情报单位估算，一名北韩骇客一年可以替政府创造30万美元的收益。整体来说，这些骇客行动每年可能帮北韩创造数亿美元的现金流。这么惊人的金额，当然引发美国政府高度重视。美国国务院已经正式对外宣布，任何能提供北韩骇客诈骗洗钱网相关线索的人，最高可获得500万美元的悬赏奖金。过去我们觉得诈骗是台湾人在 LINE 上冒充亲戚，洗钱是电影里才会有的黑帮手段，但现在这些东西早就数位化、全球化、跨国化，骇客、假账号、虚拟货币、混币器通通搭配起来，变成一套套用于经济战的武器。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个让许多区块链支持者难以启齿的话题：为什么整个加密产业越来越像一场无法无天的闹剧？甚至有人说，这个产业的主轴早就不是创新，而是犯罪。政客引领区块链犯罪。你可能以为我夸张了，但这不是我说的，是链上知名侦探 ZachXBT 说的。ZachXBT 是谁？他是一位匿名的加密货币侦探，在币圈有相当知名度。自2021年以来，他已经帮助追回近5亿美元的被盗资金。许多项目方、骇客、扣一出事，常常是他最先挖出真相。而这次，他直接公开表示，我们正处在一个加密产业的犯罪超级周期。听起来虽然很耸动，但他说的不是情绪化批评，而是用一个又一个的案例，点出整个产业已经病得很深。比如有些协议明明知道自己的平台上超过1半的交易流量是来自被盗资金，骇客洗钱、诈骗资金在那里转来转去，但他们选择什么都不做。为什么？因为每笔交易都能抽手续费，他们宁可赚钱，也不想惹麻烦。Zach 举了一个例子，北韩骇客组织 Lazarus Group， 他们利用一些 OTC 场外交易商混币协议，洗掉了包括 Bybit、DMM Bitcoin、Wazir X 在内的大量非法资金。这些钱跑去哪了？没人知道。但更可怕的是，这种事情没有人负责，没有人出来道歉，也没有人被抓。他估算，在Tron链上目前流通的非法资金，可能在50到100亿美金之间，而且大多数无法追踪。这些资金已经比很多小国的 GDP 还高。但问题不只是在骇客协议本身，还包括了我们每天在 Twitter、YouTube 上看到的这些加密扣。Zach 说，过去几年里有无数网红扣收钱帮项目方站台，却从不告诉粉丝他们收了钱。他们发一篇推文、录一支影片，就可能让一堆人误以为那是真心推荐，结果散户一买，价格就崩了。在很多国家，这其实是违法的，广告不揭露收钱是有可能吃官司的。但实际上，有几个人真的被惩罚？没有。所以这些人继续这样做，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后果就没有风险。他说得很白，这些行为之所以普遍，是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真正严重的后果发生，没有人被开罚，没有人坐牢，所以每个人都觉得，反正做坏事才是聪明人会做的事。那区块链不是应该透明、去中心化、提高信任吗？怎么反而变成犯罪的天堂？ Zach 的回答是，两者皆是。链上确实透明，你要看资金去哪，谁转给谁，其实看得到，但问题是钱太多了，太多没准备好的人一夜暴富，开始自满、草率，最后做出一堆根本不合逻辑的事，还让骇客捡了现成。到最后，加密产业不再是一个实验创新，
挑战世界金融结构的地方，而变成一个巨大的赌场。真的就像 Zack 说的，现在最赚钱的不是开发工具，不是建平台，而是像 Pump 分这种发币赌场，几个月就能赚7亿美金，还不需要提供任何实际价值。你觉得这合理吗？我知道这支影片可能会让很多人不舒服，尤其是那些已经在链圈投入时间与金钱的人，但这就是现实。你可能支持加密，相信区块链有未来，但当现在最受奖励的是做坏事的人，当开发者开始犹豫，我认真做事是不是反而活不下去，那整个产业的根基就真的开始动摇了。我不是说加密没有未来，而是提醒币圈的你，我们得问自己，现在的这条路是不是已经太歪了？如果我们想让这个产业有明天，那就不能只靠价格和行销，而是要靠诚信、制度、愿意负责的人。如果你对于某个经济议题、投资商品、人物故事或产业有兴趣，欢迎底下留言，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，连带融入基本面、筹码面跟技术分析，一起来挖掘有长期波段潜力的投资标的。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，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，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。我是麦蒙，我们下次见。